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这个全球都在瞩目这个消息，就是麦卡锡竟然拜拜了，他被罢免哦，就是出乎大家的意料。这也是美国史上的首次，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被罢免掉了。那他是同意的票是216票，对这个210票。那其实这个216票里面的成分里面是包含了民主党加上共和党，但这一次提议要罢免他的是共和党的人，就是这一位盖兹哦。那以盖兹为首的8个人，共和党极右派，其实他们就是叫做川派啊，川系的这一个议员哦。那他们不满麦卡锡在为这个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之下，通过了这个新的拨款法案哦，避免美国政府关门，愤而提起了这个罢免的动议。那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导向？你明明是共和党的，你怎么可以导向帮民主党呢？因为这一次共和党啊，其实就是川普就喊出来说，就让美国的政府关门。那所以所有的共和党人是要阻挡这样子，就是等于说赶快有这种拨款法案的事情哦。那结果麦卡锡跟他们妥协，所以才有延长续命了45天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愤而提出说，那我要来罢免你哦。那所以那时候他说他要提出罢免，然后结果麦卡锡也很强硬哦，就说好啊，你就去提啊。然后结果想不到盖兹更强硬啊，他就说我已经交出去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他一个人提就可以过？其实这个时间又要回到这15轮，这个麦卡锡哦，他其实是在15轮投票之后才勉强当上议长。当时呢，就是因为盖兹为首的川系议员呢，他们不愿意支持麦卡锡，所以这15轮就是因为因为民主党、共和党的票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全部都一直不投给麦卡锡。那所以麦卡锡就一直不过，一直不过，一直反复投到15轮，他们这些人投下这一个弃权票，所以才让这一个麦卡锡勉强过了这个门槛哦。所以之前就已经结下了梁子啦。因为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那个以前川普的川粉们去攻占的国会的时候，麦卡锡当时支持就是国会要做公听会，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不是纯正的真川粉、真川系的议员，所以他们这些人一直都很不爽麦卡锡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哦。所以麦卡锡终于是被他们给搞走了。那现在这个麦卡锡好像很落寞低着头这样离开了这个，等于说不能担任议长了啦。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法。I believe I can continue to fight, maybe in a different manner. I will not run for speaker again. I'll have the conference pick somebody else. I hope you realize that every day I did the job, regardless whether you underestimated me or not, I wanted to do it with a smile. 好，尴尬了，就是当了10个月之后，结果拜拜了。现在共和党团说，不知道下步要怎么做。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是挺麦卡锡，但是只要少数人造反就能够让众院混乱啊。那其实这个少数人指的是这个川普这个所谓的川系这几位哦。那川普哪怕出来讲说，其实我没有讨厌麦卡锡，但是他们就讲说，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对于麦卡锡，我们就是不会让步。所以现在这个连川系议员，川普都管不住他们。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民主党为什么又会去支持这一次共和党提出的罢免案呢？明明共和党这一次麦卡锡不是也去帮忙了他吗？那共和党怎么见死不救呢？他们就说，本来也是想说是不是要这个去帮忙的。那麦卡锡因为提出你弹劾了拜登，所以也有这个结下梁子，所以民主党就想说，既然共和党提了，那算了，兔死狗烹好了，我们就顺势就帮忙一下共和党，就把麦卡锡也给罢免掉了。所以这个感觉上面麦卡锡真的是两边得罪感觉自找就是被罢免。那他现在变成了美国史上首位被罢免的议长。接下来谁会来接班呢？10月10号会讨论麦卡锡的继任人选11号会来选这个新任的议长。结果现在临时议长呢上任之后呢，他就立刻做了一件事情，把裴洛西赶出了办公室很奇怪啊，这个2位这个前议长的下场都是这个样子裴洛西就讲说，没关系啊，办公室空间对我来说
说不重要啦，那对他们来说似乎很重要。我们就看到上面有这个图哦，就是他连这个他在放假哦，他正在加州参加朋友丧礼哦，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物品哦，所以临时议长就贴心派了工作人员，就把他的这个电视机啊什么通通都搬空了。所以美国要斗起来，真是斗得很凶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几位哦，也都跟台湾有一些连结哦。比方说这个麦卡锡呢，之前就标榜着这个抗中友台嘛。那我们还有这个蔡麦会才在4月份才刚举行哦。那另外这个裴洛西不是去年也才刚来台湾吗？难道台湾有神秘的力量，就让这两位议长哦，快速的就离开了这个议长的位置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抗中同盟，现在加拿大跟印度真的是彻底翻脸了。现在印度直接要求41位驻印的外交官，就是加拿大的外交官哦，你必须在10月10号前要撤出这41名哦。目前大概是有62名，他说否则就要取消掉他们的外交豁免权。杜鲁道就赶快讲说，我无意让事态升级呀。可是呢，就是渥太华跟德里这场争吵之中呢，这一名锡克教的这个领袖在加拿大被暗杀哦，这个苏哈杜内克，他是一位这个锡克教的领袖，那遭到印度的警方通缉之后逃到了加拿大，但是却在加拿大这边遭到枪杀。那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的这种美国媒体跟杜鲁道好像都不提这件事情哦。那我们看看现在后续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印度就是现在这个加拿大是印度扁豆主要的出口国，那所以现在2022年加拿大出口了48.5吨的扁豆到印度哦，估计占了这个扁豆的进口总量1半以上。那因为呢，扁豆是印度咖喱主要的原料哦，现在因着他们现在这个进口的这种恶化哦，所以他们已经限制了相关的贸易，所以印度的他们可能已经连咖喱都可能有点吃不到了，因为没有扁豆哦，所以现在改向这个五眼联盟的澳洲来购买更对的扁豆，然后也要跟这个加拿大杠到底哦。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我觉得麦卡锡被罢免我觉得90%他自己要负责。对，因为他基本上他应该是要忠于共和党，在重要表决的时候他不能在党内还有强烈反对声音的时候就尽付表决，而且这个议案是对反对党的执政政府有利的，这是政治上严重的错误。对，他把自己这个党内的反对声音要踩下去。而且这个作为显然是不得到这个被踩下去的共和党里面的比较这些反对的议员的支持，这个手法非常粗暴，而且他基本上是让拜登政府去解困。他们在这个事实上的话，在参议院的话，基本上现在是222对212，共和党虽然领先不多，可是还是有10票的优先领先，所以在这个重大议案的时候他不顾党内的反对，就直接跟这个反对党妥协。所以这个是他政治判断的一个我觉得是他本身这个判断就有问题。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呢，从技术上来讲的话，这个他党内的同志宣布要罢免他的时候他还居然口出狂言，他说：“你们来试试看，我有把握，你们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他可能是期盼里面有一些民主党的人会跑票，会跑票，然后呢，最后怎么样呢？让他过关，然后呢，民主党可能不会全数支持让他下台，那他这个估票有问题。对，你作为一个众议院的议长的话，你第一个你政治判断要很灵敏。你要能够自保你这个政治判断是你自己的位置做代价的话，这个连自保都不行，还要保护别人吗？对，这个就不及格啦。对，第二个，你这个要付诸表决，要对决的话，你要估票的话，这个众议院议长就是要会估票你连自己的位置的票的估你都估不准，最后一表决下台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该下台了。能力不足，政治判断也不好，那个实际的技术的这个技术面也不好，他那个基本面掌握不住，技术面又很差，下台是绰绰有余。因为当时他15轮给他选上的时候，当时那个共和党里面这些激进派就曾经说，我一个人提案就可以成案，而且你要付诸表决。
那个就已经让他应该要警惕了。结果在重大的这个表决的时候，他结果把自己的官丢掉了。所以我觉得啊，他是怎么样咎由自取啊。他也能力政治判断跟能力上无法堪此大任啊，下台刚刚好。刚刚这个谢老师有提到说这个票数，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民主党208票，结果完全没有跑票去救他的哟，全部都干脆送他上路了。那共和党是210票反对，所以大概只有2票的差距。那偏偏这8位就是川系的这个共和党是投下了赞成票，所以就变成216票对上210票，就把这个麦卡锡给送走了。紧接着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我觉得当然我也同意这个介大使提到这个麦卡锡的困境但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协助民主党继续让这个政府不关门毕竟他是加州选出来的议员，那加州是全美国仅次于华府最多联邦政府公务员的地方，他等于是还是要照顾到他的选民，他的这个选区，所以他还是会去强调这个。可是你老早就知道，像 Gates 这些人对你老早一直是不满的，然后你当初妥协的时候，就像大使讲的，你就让他们可以一个人可以提出罢免案，这已经是这个是很大的妥协，你就要面临这危险。你的布局我最记得我们台湾以前这些算票的立法委员投票的时候，也有一个人专门告诉你该怎么投的，就是你要算票要算得很精准那结果他今天8票跑掉，那问题是他真的搞不好以为民主党是会来帮助他的，可是民主党对不起民主党虽然这一次觉得说，在这个预算案里头算是帮了忙，他算是帮了忙，可是民主党他也对民主党也不是这么友善的。长期来讲，民主党搞不好就觉得说，你换下一个，我们可以就是第一个愿意看到共和党更乱嘛。乱七八糟，然后呢，下一次说不定现在因为只有刚刚讲的只有10席的差异，来回5席，我只要翻转了5、6席，6席我就可以赢回多数的话，如果是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说下一次选举我就会赢回来。所以我看到你共和党越乱越好，特别盖茨是一个非常有争议、很令人讨厌的一个众议员，那我觉得把他提出来，当然。他可能是获得了川普的支持，可是我觉得他绝对不是共和党主流派的这个议员。那现在当然 McHenry 上来这一位，他也是算是台湾算是有台的嘛，就台湾连线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觉得大概不会影响对台湾的态度。可是你今天共和党这党内无法整合，然后呢？美国我不晓得他下礼拜选得出来选不出来到你看上一次选了15轮，这次不知道要选多久然后你选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暂代，然后看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乱的情况。那至于这个 Pelosi 这个，我觉得 McHenry 也是有一点点过分了，因为之前裴洛西就是之前的共和党议长下台的时候，他办公室让你保留到你自己可以清干净为止嘛，你退休了的当然就应该可以。就是稍微有一些尊重，让你等你下来还不一定就退休那然后等你退休你自己拿。那裴洛西还没退休而且他现在好像看起来还要再选一任如果他没有下来，没有离开国会山庄，你这时候就把他的办公室要去收回，也真的有一点点小气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共和党在这一些方面已经就是说美国两党在议会里头彼此稍微有些惺惺相惜也好，尊重也好，大概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就变成是恶斗的结果，麦卡锡是两面不讨好，到最后自己下台。这边还有一个很戏剧化的细节在这边除了我刚刚讲到说麦卡锡因为过去有提出弹劾拜登，让民主党觉得很不爽之外呢，还有说压垮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麦卡锡还有点白目去接受访问，然后他在访问当中说，政府会关门就是因为民主党所以就是有这个民主党的消息人士跟华邮透露，民主党因为看到了这样子的指控，就说你怪到我们头上，所以他们就决定说最后下这个可能说统一的这一个指令，就是208票都不跑，然后让他就这样子拜拜了，就直接送他走了。我们来问一下舰长。事实上来讲那个刚刚无论是大使或者是严老师都提到说，15轮的投票
然后才选出来的这个议长啊，他事实上只干了9个月。那他只干了9个月，那他在9个月之前呢？也就是说，他整个的从2007年他担任那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他的表现又是什么？他跟地方的连结是什么？那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媒体啊，其实是没看到。可是呢，央视的玉渊谈天啊，他把这个统计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从2007年到2022年啊，他所有的提案，他通通一共是那个113个提案。那事实上通过的只有10个提案而已，也就是通过率其实很低啊，而且它集中在三个区域里面啊。那第一个区域呢，也就是国会议程的部分，第二个呢，也就是武装部队和国家安全的部分。所以他之所以会跟蔡总统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会去，也因为跟他的提案有关。最后一个是政府运作与政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按照媒体的披露啊，也就是他在他为了要减少他的争议性啊，他尽可能的没有跟他的地方的选民啊，开各种的会，像例如说现在我们台湾同样也要大选，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立法委员啊，到公庙啊，或者是开什么客厅会啊，跟选民进行连结啊。但是我们来看，其实麦卡锡他官越做越大，事实上他离选民越来越远。那这一次呢，他又不幸的啊，只做了9个月，他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连任？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看到的开头所说的，他未来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担任国会议员啊？这件事情可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这个路透社讲到说，我们台湾有4家厂商哦，是不是暗助华为建厂啊？这件事情大家都去问了科比哦，就科比回答说不意外，好像觉得说我们台湾就是会这么做。那他说，我无法证实这个报道的准确度哦，但华为会想办法持续生产半导体，我们也并不意外哦。所以比较完整的讲法是这样子啦。那路透社就讲说，美国现在提前通知北京哦，也拟10月要更新这个晶片的出口禁令，感觉上面现在是要加大这个严格的限制哦。那我们看到这个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就讲说，不要再逼中国创新了呀，你越是限制哦，越是会让这个中国大陆哦可能更加的强壮。那 SK 海力士的董事长也讲说，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弥补缺口的，所以一些跟中国大陆有这个贸易往来，这个晶片上面的这个贸易往来的都不看好这件事情，不看好这个制裁。那华为也的确让拜登觉得好像颜面无光啊，这个晶片制裁，那感觉这个国际的研究机构就说，华为在中芯取得突破之际，美国面临到最大的危机是盟友继续支持制裁中国的晶片业的意愿下滑了，包含了欧洲、日本、韩国都担心继续追随美国的话，会导致企业的利益受损哦。很少有国家会完全将大陆市场拒于门外的啦，所以美国是不是要被抛弃了呢？那现在世界上面也开始出现两极化哦。你看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首相安华，他讲说，中国华为哦，这个现在双5G 网络哦，有他们的参与会更有效率。还有南非的金砖大使也讲说华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哦，就是美国想要施压，可是他却我们没有要跟哦。那所以你看，西方国家禁华为对抗的是什么呢？金砖国家反而是更爱用华为啊。其实西方国家也不是主动的想要进华为，就是因为美国那个五眼联盟你是我朋友，你要跟着进那种氛围，他们才不得不这样慢条斯理的这样子在进华为。很多国家要讲说，我这个进华为，我还要拆掉这些设备啊，钱都还没有办法来所以一言再言，他们真的进华为也是一个好像做个表面给美国看而已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美科技战，达里欧这个桥水的这个创始人，他提到
到说，美国对大陆的晶片限制哦，就好像是太平洋战争之前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哦，因为二战的时候美日开战的原因，就是因为切断了石油供应，然后拿走他们的钱来制裁他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的相似哦，晶片就像是当年的石油哦，中美之间存在许多领域都处于红线的边缘啊，所以感觉历史又再度重演，只是在不同的领域。美国看到你威胁到我的这个产业啊，我就开始要对你祭出制裁吗？那市场才是最大的一个决定因素。现在全球的电动车市场哦，中国大陆的市占已经过半了。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呢，2023年上半年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620万辆，年增高达了49%，将近50%。那中国大陆在全球市场哦，占有率多达55%哦，销量就有340万辆哦。其中比亚迪哦，就是因为我就把这个中国大陆市场我主要拿下这一块就好了，我就可以稳坐电动车的销量冠军。所以你其他市场，你哪怕欧盟你什么要做一些限制，你影响也不大，因为你市占就没有中国大陆大嘛。那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都想要抢这个中国大陆市场，这个 BMW 也现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市场哦，推出新世代的专属车型哦，就说为新世代打造更炫的科技感的电动车。不炫的话，你也没办法跟比亚迪对打了啦。所以他们说现在具体的细节没有透露，但是呢，预估在2026年呢会来投产，那也蛮久之后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像是一些辉达哦，也有特别为中国大陆的客户哦有特制晶片 H100哦，现在可能也因为这个禁令，可能这个速度传输速度要有一些调整了。那 Intel 呢也想跟进，就是说，我也可以去做特制的呀，我也可以绕过这个禁令来这个符合这个大陆市场的这个需求哦。那也是现在大家都会想方设法不要断掉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那另外一个消息哦，就是 IMF 现在要扩大中国大陆的投票权哦，也让这个日本很紧张啊，因为想说哇，如果中国大陆投票权扩大的话，会不会我日本就被挤到后头去了？所以美日现在都很紧张这个消息哦。可是 IMF 的总裁呢，他就讲说应该要做出改革哦，刚好可以反映过去10年包含中国崛起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金融市场的话，也开始出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发话权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哦。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觉得就是说那个Bloomberg 有关这个台厂的这个在大陆协助华为建厂这个报道我觉得这个报道的手法似乎有一种恐吓的意味，你知道，而且那种是道听途说，那个报道方法非常像黑道在恐吓一些厂商的。而我们在哪里看到哪一些个厂出没人员，我们认识的什么人员出没在那个什么厂里面，这不像写恐吓信一样啊！我听了真的毛骨悚然。堂堂的一个国际大媒体用这种方式来报道，我们看到，我们经过熟人如何，看到你们有人员出现在哪里的厂，深圳哪里厂，什么哪里厂，这个不晓得是什么动机哈。不过我觉得那个王美花这次反应很快啊，人家马上就问说，这个汉唐亚翔、崇越、细科、鸿城在这个大陆协助这个华为建厂，你们听到没有？有听到，不过好像没有违反我们有关相关高科技输出大陆的限制，一口就否决了，还加一个尾巴，就是说不晓得有没有违反美国相关的限制令。哇，他这次反应非常快。那其实我的了解，就不管是汉唐亚翔这些就是承包这种芯片工厂工程的相关的公司在大陆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不是现在存在的，而且接的案子都很大。因为大陆这些年不断的盖这些芯片工厂对，芯片工厂，那很多设厂的时候需要各种的，尤其比如说所谓的无尘室，对，无尘室，还有这种水处理。因为你这里面的用水这个水都不是随便像日本的核污水这样乱搞的它是要经过处理的水。那所以这些工程，台湾有这些公司，像汉唐亚翔这些公司是世界顶尖的。因为在台湾建厂的经验很丰富，所以呢，他们在大陆已经这么多年了。不过美国媒体突然做这个报告，警告性质很浓，警告性质很浓，所以呢，为他将来继续
阻挠大陆的芯片制造跟发展啊，这个我们台湾的厂商也正式也被扯进去了。好，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他如果希望这些大家一起共同来制裁华为，那很多国家如果要改换系统或什么东西，其实可以跟美国要求说，如果你补助我们，你全部帮我们换，我们就乐于接受啊。那美国如果又要他们不准用，然后你美国有没有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没有的话，他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觉得这是美国要去考虑。如果你今天想要用政策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政治目的的时候，你那个政策必须要有后面要有一些钱来支撑，才有可能达成嘛。就好像譬如说，你今天希望印度的武器从俄罗斯转成美国，那你也要提供很多的武器，而且可能那个价格还要让印度有诱因，因为它要转这个系统很麻烦。那同样的，你这些对这些华为的系统，你要是要求这些金砖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不使用这个，你提供了什么诱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问美国的。那应该是所有的国家都要问美国：好，你希望我们不要用，但是我们如果要不用这个，我们用什么？如果要用你想要我们用，那你给我们的诱因是什么？让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可以去说服我的政府、我的老百姓说，这个offer 的条件更好，所以我们不需要走这个。你不能就用安全的理由来骗我们，因为你美国的系统一样有这个安全的疑虑啊，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把钱拿出来。美国现在不像这个20大战结束的时候，它是世界独霸，然后整个经济也是dominate， 就是也是主导的。现在美国很小儿科，又想达到他原来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一定要撒钱才有用。好，请教舰长。除了我们看到那个有关于5G 的问题啊，那事实上欧洲执委会啊，它也要求对于最敏感且急迫的4个领域来对。他没有说哪个国家，他没有明指哪个国家，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要对大陆进行限制。哪4个领域？第一个，先进半导体，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大使跟老师所讲到的部分啊。第二个，生物科技；第3个，人工智慧；第4个，量子科技啊。量子科技，对不起啊，大陆进入这个领域非常早，在因为小舰长读了很多他们的论文嘛。那有关于这个论文来看的话，事实上来讲，军方所使用的这种军规的那个晶片都不是我们讲的先进制程，而是成熟制程。所以你现在怎么样限制，都效用并不大。那其实后面还有六个领域，就是网络安全、监测科技、太空科技、能源以及机器人的部分啊。我们想一想，现在最大的超级工厂特斯拉的工厂在哪里啊？在上海，也就是它也大量的引用机器人来制造啊，所以你要管制，未来你要管制大陆也不成功。那太空科技马上的联合号太空实验室也不能用了，唯一可以用的就是中国的那个实验舱啊。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你要这样子的管制大陆，事实上效用并不大啊。而且呢，现在有日本的那个电子研究公司啊，他说其实这次华为的手机啊，它所使用的晶片啊，不是7奈米，而是14奈米。大家觉得，哎呀，14奈米更烂，没有，这更可怕。为什么？因为它把14奈米透过了那个特殊的技术之后，它就可以提升到5奈米的水准。那未来它如果到达7奈米的时候呢，它用类似的手法，是不是可以进步到3奈米、2奈米？所以这一种特殊的技术其实才是最可怕的。而且这种可怕在哪里啊？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它把透过华为 Mate 60 Pro， 它把卫星电话拉成了白菜价。未来它还会透过这个样子变什么东西变成白菜价呢？刚刚杨老师特别讲到，就说那你要美国你要这些盟国协助，那你就卖便宜一点啊，你又要想要赚很多的钱啊。不要忘了，诺鲁
到密克罗尼西亚当中的海缆。之前华为海洋就出了最低价，但是他们以国安因素就是不让这个通过，所以只要有中国产业进入的地方，很快就变成白菜价，然后你美国你就赚不到那个市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大家好，还有正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生，稍后会加入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赖清德很感慨哦，但是我们有时候都不太懂他的逻辑。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想起了阿扁时期军购被泛蓝封杀，如果当时就通过的话，哪需要像今天这么辛苦哦？他说这个陈水扁像美国的军事采购啊，结果就被国会过半的泛蓝阵营给封杀了呀，这想起来就是悲从中来哦。那但是呢，讲到了这个海鲲军舰的下水，他说下一半经费要看下一届的立委。他说2001年朝小野大，然后这个国民党在立院挡了69次美国对台的军售哦，现在潜舰只造了一半，下一半经费要看下届的立委，所以立委一定要过半呐。可是我们不懂的就是说，以前呢朝小野大也会被国民党挡，那现在呢明明呢这个是绿营大于蓝营啊，结果他们还说马文君也可以挡预算呢，一个人打10个，像叶问一样那样子哦。所以就是怎么朝小野大也会被挡，然后你们现在绿营明明你们又是朝比较大吧，为什么也会被挡哦？所以反正他的逻辑就是要装悲苦的时候，他就是一种逻辑，然后呢要讲说你是中共同路人的时候，逻辑又换另外一套来说。那所以我们看看呢造潜舰其实真的是很难啊。比方说像这个韩国好了，他们现在造舰其实原本来说跟台湾的这个能力比起来绝对不输的吧。他们1983年韩国首次建造的第一艘海豚级的国产潜舰排水量大概只有170吨左右，然后到了1993年才成功做出了大型潜舰这 KSSI 型再来2000年的时候又开始研发这个是1这个是2000年的时候 KSS2 型是2006年的时候首次下水，然后再来2014年的时候又研发了 KSS3 这第3型，所以呢他们这个看起来也是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慢慢在进展，慢慢在进步那连澳洲的话，他们这个皇家的海军也只有6艘柯林斯级的潜舰，但是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一次喊出来就是喊8艘，所以台湾这个厉害啦，就是我们有梦最美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英国有情报讲说解放军的这个核潜舰出事说什么受困自家的陷阱，55名的官兵全死这是每日邮报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出现了灾难性的意外。可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潜舰发生事故最早是在 X 上面出现这样的一个消息可是后来就北京当局就否认这个消息，那我们的国防部也是否认了这件事情所以不懂为什么英国现在每日邮报还在说这件事情，所以很怪。那另外一个让大家今天瞩目的消息就是有媒体这个叫做定传媒最近才出现了一个传媒，那据说好像是中央社的高层出来自己开的这样的一个传媒他就讲说有收到消息现在呢国安圈传出高层，就是说这个像是总统府高层之类的或是国安高层之类的有意要规划成立主权基金来动用这个外汇存底的方式，明年开始要来消化美国的国防授权法5年10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贷款的额度让大家吓一跳。我们这几天才看到新闻就说行政院拍板明年的总预算国防预算，我记得就前一阵子的时候讲出来数字大概是5000多亿，结果后来这个拍板的预算竟然高达了6068亿元，现在是创下历史的新高。我们每年增加幅度非常的高前几年大概才3000多亿马上现在已经是倍增了。所以为了购买军购，现在是不是民进党政府简直是豁出去了？那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用外汇存底的话，我们8月份的外汇存底大概是5600多亿美元那基金规模大概就是1/10，就是500多亿美元，而且不会列入到年度预算当中。所以民进党难道是为了要让美国爸
爸爸开心，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的外汇存底也要拨出1/10这样子来买单这个国防授权法嘛。所以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哇，这个已经好像已经买军购这个数字已经是不断，如果再加上了这个500多亿美元的话，这个数字真的是已经超乎大家想象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的对抗从第3岛链，这个美军现在要在关岛部署什么呢？这个美国的飞弹防御局讲说，未来要部署陆基神盾系统将舍弃机动式的防空飞弹发射车，以固定式的飞弹发射系统来取代。那不过这个建制机动型的这一个有点难念这个是相位阵列雷达的计划呢仍然不变。那关岛会提供复合式这个敌飞弹威胁的早期预警能力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我们这个 F-35也在这个涨价当中美国 F-35现在采购总价越来越高。2023年美军总共有2470架，然后他们采购金额是4380亿美元，比起去年多了260亿换句话说，单季的价格从1.66亿美元上涨到1.79亿美元所以他们也不断在这个军事的开销上面正在增加当中。那最近呢，大家也观察到说，解放军东部战区在这个中国11国庆日的时候发布了一个短片，这个梦圆富春江那里面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影片我们看到说有歼20的隐形战机也凸显出来说，还有航母编队是不是有日渐强大的这个军事能力那另外看到最近大家也讨论这个东风100的巡航导弹，据说是这个萨德的克星那这是外界觉得非常神秘是解放军非常神秘的一款武器，据说它的射程可以高达2000公里能够覆盖所有第一岛链，所以等于是美国的神盾系统都难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拦截，变成现在这个解放军神秘的这个武器讨论度非常之高我们首先来先问一下介老师，这个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提起了陈水扁这个经我们法院判决的确定的一个贪污的一个贪污犯，对不对？而且为了贪污还关到监牢里关了好几年，现在是保外就医。你想要一个贪污大王来搞军火建造这些什么这个军火哇，那还得了对啊，那还得了记不记得那个金融改革案？那时候这个吴淑珍，那他们在里面上下其手，对，跟那些负责的那个金融业搞得烂摊子，现在还没搞完呢。对，你再去搞军火，那还得了军火现在一动就6000亿那你如果说让一个贪腐大王去搞军火的话，那他中间不知道要搞出多少事情来，就造出来一个比现在更离谱的。现在造了一个不能既没有下也没有水的一个下水典礼的一个这个潜舰，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交代，你什么时候真的要到水里面去你这还讲第2艘舰呢？你赖清德还在讲下一半要靠谁？你这一半都还没有处理完呢，对不对？留一个这个不能下水的一个潜水艇，就拿一个壳子就在那边就那边就很多厂商听说就开始可以请款，因为很多说这下水典礼我看很多报道讲说主要是为了什么？可以请款用的你还讲第2艘嘞？第1艘你做一半都这个一半都还不到，这个搞不好是1/4而已你后面留下来就丢给别人了，还在那边拿来做文章。我觉得这把我们当傻瓜嘛，对不对？我说还好，真的是天佑台湾没有让陈水扁在那边大搞军火。对，那他不要贪成什么样子军火很多时候是无底洞，而且发展军火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怎么样？大家看的都眼红的，它都是机密，它什么都不给你，都不给你去碰，谁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花的，一大堆的军事机密。然后呢？马文君只不过要实行他立法委员监督政府的钱，看管好人民的钱包的钱，现在把他已经快打成什么？快打成叛国了。执行职务的一个立法委员，而且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你看他都可以给他抹灰成这样，你有证据吗？另外那个去提高的人、揭发他的人才是有问题的。对，可是呢，你看我们现在侦办方向是怎么办？可见这里面人真的看到大笔的钱的时候
真的什么是非、什么道德、什么法律观念都没有了。就今天这一团说穿了，这个潜艇自治，我们都希望自治啊，我们都希望，可是他搞成什么样子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东通给你盖起来。我们看到它上面那个防护罩的时候，那个焊接技术，我们都叹为观止啊。那个还没下水，下水都有压力的啊。他说这个是什么瘦马现象？哇，搞了半天他们是把它当马在骑啊。这是一个高精密度的武器哎。你知道韩国怎么修的？韩国是跟德国专门造柴油潜舰的一个名厂合作。然后第一艘舰是韩国的所有工程师、建造人员到德国的现场，由德国的工程师跟这些施工人员手把手教韩国人做。然后第二艘搬回韩国，由韩国的这些在德国已经受过训练的，做过第一艘的，让德国的技师、德国工程师在那边手把手让韩国造一件，听说造出来的效果还不好，花了很多年。没有错，你可以造一艘壳子，你可以让它潜下去，可是潜水艇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小金长是专家，第一个，你的声音大不大？你的引擎的消音效果大不大？第二是你能潜到多深，你能潜多快？第三个，你的武器系统，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是零去监督的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被你们打成是叛国分子啊，差不多搞成叛国了。是这个真的，我们真的不晓得在搞什么。那现在听说他们要玩主权基金，让我搞得毛骨悚然。已经有一个半主权基金了，你去查一下，有一家公司叫台山公司，这个现在谁在负责？由曾经这个陈水扁政府那个贪污大王他的时候的任用的一个高官在负责，拿了很多是人民的这个纳税钱啊，可是不受监督，躲得远远的，你都不晓得拿我们人民血汗钱来干什么。好，请教舰长。从9月28号开始，我们人人都是潜舰专家，每个人都讲的跟真的一样，但是讲的对吗？我们这样讲我们有的退将说，巴士海峡跟宫古海峡各派2艘潜舰，我们台湾就透东啊，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到底要派几艘潜舰是水文决定的，不是你人来决定的。派2艘船，那是陆军的思维啊。那我们来看刚刚介大使在那边讲，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就是韩国的潜舰，这个张宝高级就是 KSS-1， 他们在那个1988年第一个下水的，他们有瘦马效应吗？他们有烦躁乱七八糟吗？那个有皱褶吗？没有啊。孙元一级，其实张宝高级也就是德国的2栋沟级，然后孙元一级也就是德国的214级，制造的过程就真的如同刚刚大使所说的，真正的韩国潜舰国造是安昌号级。我们看它的帆照上面有我们讲的瘦马效应吗？都没有。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台船可能要好好的那个自我省思一下。接下来，终于有人开始提东风100了，从昨天的节目开始变成重中之重啊！大家都来讨论，说小舰长你也开始跟着大家起哄没有？我从2019年我就很专心的观察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它下面发射的方式它其实不是它的这一种设计呢，其实很独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那个倾角发射，它是垂直发射，表示什么？表示它未来的那个相容性非常高，它可以打到2000至3000公里，也就是关岛你不要跑，关岛你打扮成这个我们讲的刺猬岛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各型飞弹都找得上你，从东风21D、东风26，现在又多一个东风100，而不是现在啊，这是在2019年大陆的国庆其实就有的。那小舰长对这件事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嘞？它有没有可能未来被塞到055飞弹那个万吨驱逐舰的前面？
当初我们都没有人想到说鹰击21被部署到那个055万吨驱逐舰前面，然后在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那时候东部战区还特别告诉我们，长岛兵力是什么？就是他来的055上面带着东风21型的这种那个飞弹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解放军他对于装备的设计其实是很极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一般就是我那个老美有 Mark 41，我们就用 Mark 41吧，不是，他们各型的飞弹全部塞得进去，然后甚至还包含了 ASROC， 就是我们在台湾叫做反潜火箭，然后还有各型的包含了那个各型的巡弋飞弹啊，它通通放得进去，也就是说它的弹性极大。大家把它看成一个防空舰，其实真是小看它了。那至于说我们未来有没有这种拦截的能力呢？其实我先讲2个字，没有这个拦截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天弓跟爱国者，也就是一层的一个那个对空的那个拦截能力啊，而且那个高度不够高，那个高度呢最高不会超过30公里，所以中科院一直告诉我们，他们要向更高的高空挑战，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没能力。好，我们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我看这一个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有这个有可能漏出去，或者有什么这种风险，就是说我们泄密的风险，那包括我们所参与的国家有这么多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工程师我的意思是像譬如说澳洲的啦、南韩的、西班牙的这一些，那难道我们每一个国家是不是都应该去看一看这些工程师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跟我们合作的有没有这个参与的时候有没有问题？那最主要我觉得我们的方向还是搞错了，就是说你在整个这个潜舰国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乐于见到这个能够完成，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后的那中间应该我们现在的可以比较欣慰的就是，因为当你有了一些能力之后，当你有美国也愿意就是让我们可以发展这一方面，别的国家也都愿意合作，这个时候你应该去谈你在外交上面的一些突破，就是别的国家并没有禁止他们的技术人员跟我们来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去大书一书的。但是你今天要把它变成好像马上就有什么东西出来，然后又认为说现在在这个阶段有些东西又被透露泄密出去，我觉得好像有点把这个重点放错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算是外交突破。就是很多国家很多厂商都愿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像以前讲的这个我想我们军方应该是最熟，就是台湾以前是说能够买到武器就不错能够有什么样，但现在不是现在这个看起来是有很多人讲要禁足你这个标嘛，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比较更能够有一个自主的权利，或者你比较有声量了，可以讲话我要怎么做。那我觉得这个我们重点应该是强调这个，而不是现在就是说去查这些东西，然后还没有做好就要把它拿出来来做一个几段次的剪彩，我不知道了，以后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做？那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